这次云南之行彻底颠覆了我不少固有的想法。我原以为在暑期出行的旅客大多数都是老师利用假期，或者是父母带孩子出门散心，像我这样因为失业才出来旅行的应该只是少数。可现实却恰恰相反，一路上遇到的旅伴大多数都和我一样，失业后才选择出走。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今年失业的人似乎真的越来越多了。在大理的青旅，我认识了第一个失业的朋友。那天正下着雨，我在大厅撸狗，他主动和我聊了起来。他是广州人，93年生，原以为是假期出来旅游的老师，没想到竟然也是离职后才有了时间。他没有细说原因，只轻描淡写地表示不想再找工作了，工作太累，哪怕每天什么都不干也觉得身心疲惫，现在只想好好躺着。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他，虽然我是因为被裁员才失业，但同样讨厌工作。如果不是为了生存，谁又愿意日日为他人做牛做马呢？在丽江的清吧，我又遇到了一位东北来的大哥，他性格爽朗，主动来找我聊天。一开始我还担心他不怀好意，后来发现只是想找人说话。他同样是被公司优化掉的，只不过比我幸运，工作年限长，赔偿金拿得更多。他本以为能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整，把之前欠下的旅行补上，可一路走来发现青旅拼车聚餐遇到的8-9成都在说失业，这让他直呼邪门。在泸沽湖的拼车上，我又遇到一位互联网行业的小姑娘，她一边感慨以前天天加班，周末值班，一边说自己熬不下去，却又舍不得主动辞职，直到被裁员才算解脱。她一边开心拿到赔偿，一边又担心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听后忍不住感叹，原来失业的人心理历程几乎相同，既轻松又焦虑，既享受暂时的自由，又害怕未来的未知。或许在别人眼里，我们这些人是说走就走的旅行者，但其实我们只是集体在寻找一场喘息，看似放松，实则心底暗流汹涌。除了失业潮带来的焦虑，我也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经济下行对生活的冲击。前几天妹妹打电话问我是否要去看电影，我打开购票软件一看，一张票40元，立刻拒绝了。挂断电话后，我才发现上一次走进电影院竟然还是去年。而在此之前，我一年最少看6-7场电影，节假日甚至愿意花80-90块去看首映，还顺手买一份爆米花套餐。可如今，我宁可用这40元去买菜，也不再舍得花在电影票上。消费变化不仅仅体现在电影娱乐。几年前，房地产行业红利期时，我的同事们常常一掷千金，酒吧、会所、KTV 一晚上几千上万，有人甚至用香槟洗手，奢侈到让人咂舌。而现在，大家宁可去吃一顿烧烤，或者宅在家睡觉，那些挥金如土的日子早已远去。再比如女生喜欢的口红，2016年前后 YSL、香奈儿、阿玛尼等大牌口红风靡一时，一支300-400，贵的近千，男生追女生不送大牌都不好意思。而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转向国货，40-50元的平价口红销量不俗，就像我年初在三福买的49元豆沙色，用着一样顺手。消费观念正在悄然转变，从追逐大牌到追求性价比。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奶茶从20-30元一杯降到几块钱，外卖大战让冰淇淋都能免费领取，团购套餐几十元就能吃饱。各行各业为了生存都在内卷，消费者也学会了精打细算。或许这是一种市场正常化，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不要陷入无休止的消费主义，学会断舍离，控制欲望才是抵御不确定性的方式。如果说消费收缩是表象，那么企业的生存困境就是背后的深层原因。前不久，我面试到一位来自前公司的求职者，才得知原公司已经很久没发工资了，欠薪不是1-2个月，而是断断续续快2年。公司没钱，但又不敢裁员，因为赔偿金成本太高，于是他们选择钝刀子割肉，拖工资发点生活费，让员工勉强撑着。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而是普遍现象。很多公司上游收不到款，下游资金链断裂，贷款批不下来，只能硬撑。甚至有建筑公司半年不发工资，最后用一批瓷砖抵账，令人啼笑皆非。表面上看，公司和员工像是在对峙，公司怕裁员带来更高成本，员工又舍不得主动离开，怕赔偿打水漂，结果就是大家一起僵持，看似维持运营，实则岌岌可危。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旧的赚钱模式失效了，过去靠规模扩张铺摊子就能盈利，而现在市场饱和，消费者收紧钱包，再想轻松赚钱已经不可能。人力成本高企，社会制度日益完善，让人海战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体制内似乎稳妥，但其实也未必。核减绩效、压缩福利的新闻层出不穷，铁饭碗的神话正在破碎。反而是那些不断学习、多面发展的斜杠青年，在风雨飘摇中更具生存力。有人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你以为站在原地很安全，其实是在往后退。这不是鸡汤，而是赤裸的现实。
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每月按时到账的工资，而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养活自己的能力。如果说口红、奶茶、电影票这些小额消费的降级还能被解释为消费观念回归理性，那么殡葬业的低迷则揭示了一个更残酷的现实，连死人的生意都开始做不动了。2024年，中国5大上市殡葬企业福寿园、福成股份、安贤园、万同源、中国生命集团总营收同比下降 19.3%。这听上去很反直觉。按照老龄化社会的逻辑，随着老年人口增加，殡葬需求本该只增不减。然而需求的增长并未转化为利润的提升，原因其实很简单，死人需要体面，靠的是活人用钱包撑起来。可当活人自己都过得捉襟见肘时，死人的预算自然也会一降再降。殡葬业的主要利润点其实只有3项：仪式、火化、墓地。其中仪式利润有限，火化由政府管控，真正的大头在墓地。但墓地这几年的行情就像房地产一样冷了下来。在农村，很多人宁愿选择传统土葬，而不愿意支付火化和仪式的费用。尤其是农民工就业困难、收入下降后，殡葬预算进一步压缩。即便手续费不高，但仪式、骨灰盒一项项加起来，依然是难以承受的负担。在城市火化虽普遍，但墓地价格却水涨船高，几平米的墓地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和房价比肩。而且墓地并非永久使用权，通常只有20年，到期还要续费，否则管理方有权清理。很多家庭因此感叹，活人的房子都在贬值了，哪还有心思管死人的房子？更讽刺的是，殡葬公司的定价往往与官方一次性丧葬费挂钩，丧葬费涨，他们的收费就涨。但这2年丧葬费非但没涨，反而出现停滞，甚至变相下跌。地方财政吃紧，甚至开始拖欠发放，这直接打击了殡葬行业的盈利模式。结果就是农村人退回传统土葬，城市人也缩减开支，殡葬业失去了昔日的稳赚光环。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火葬制度本是基于人口过多、土地紧缺的考虑而推行，但未来人口趋势下降，如果墓地仍然高价盘剥，殡葬公司势必会成为改革的阻力。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文化与利益的博弈。说到底，当一个社会连死的体面都要打折出售的时候，就说明活的尊严早已被层层消耗殆尽。如果说国内企业的拖工资、不敢裁员只是表层症状，那么全球贸易的暗潮则是更深的推手。最近，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暂停期再度延长90天，但这并非缓和，而是意味着下一轮美中贸易战随时可能重燃。海基会经贸处发布的研究报告直言，中国制造业及外销企业正面临甚至已经遭遇关税升高的冲击，大规模裁员的可能性愈来愈高。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过去3年，中国出口美国的前10大商品几乎都与制造业相关。一旦美国加税，订单锐减，企业经营压力陡增，直接冲击的就是就业岗位。对于已经岌岌可危的就业市场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美国在全球贸易中步步紧逼，从关税到汇率都是政策工具。中国若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对冲，虽能暂时降低出口成本，却会引发外资撤离与消费者信心崩塌，进一步压缩就业市场。换句话说，牵一发而动全身，风险层层叠加。中国当局也不是没有动作，提出了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的4稳口号，推出创业扶持、职业技能再培训、鼓励外销转内销等一系列措施。可问题在于，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不是几句口号能解决的。多数制造业工人缺乏转型所需技能和资源，短期内难以承接新的产业岗位。企业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更倾向于观望，招人越来越谨慎，预期不稳定成了又一层风险。更令人担忧的是教育与就业的错配，研究生、博士生数量连年攀升，本科生为了避坑纷纷考研，结果出现本研倒挂，研究生比本科生还多。但经济下行岗位没增加多少，学历越来越高，却只能接受低配岗位，高学历低就的现象加剧了整个就业市场的内卷与畸形。在这样的环境下，无论是普通劳动者还是青年毕业生，未来的就业前景都蒙上了厚厚的阴影。走到云南的旅途终点，我不止一次在想，这片土地和这群人究竟是生活在真实，还是活在某种精心包装的幻象之中？这些年，中国大陆最不缺的就是网红景点、网红城市、网红产业。无论是云南的大理、丽江，还是北上广的咖啡馆打卡地，镜头里永远是熙熙攘攘、岁月静好的模样。短视频平台上一次次被无限放大的是所谓的松弛感、惬意生活、小资浪漫，仿佛只要换一个角度，滤镜一开，所有人都能成为电影里的主角。可谁又能想到，在镜头之外，真实的生活却是另一番光景。失业的人越来越多，企业发不出工资，消费观念从追求享乐沦为斤斤计较，
越来越多人不得不在省吃俭用和未来焦虑之间左右为难。于是，一个怪诞的局面出现了：一边是全民打卡的网红幻象，一边是沉默忍耐的真实生存。中国大陆好像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红国家，表面亮闪闪、热闹非凡，实际上却掩盖不了无数普通人咬牙活下去的辛酸。有人说，外人看中国像是一部华丽的宣传片，只有真正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才知道这部影片背后暗藏的无数删减镜头。那一层层滤镜之下，是看不见的焦虑，是说不出口的无力，是越来越沉重的生活。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才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要被虚假的网红繁华迷惑，更不要把别人的滤镜当作自己的现实。生活的真相是苦涩的，是沉重的，而如何在苦涩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才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命题。